对不起，不好意思。开机的话5秒钟。这一台压缩机呢，就是我之前拍视频那一台压缩机啊。那么呢，有粉丝想要，今天的话我就送给他。我现在开机开机的话5秒钟老铁们看一下这威力多大！这台压缩机的话，我们现在拿到楼下去发货给他发到粉丝手中希望的话对粉丝有用老铁们不要再问我卖不卖压缩机了，豆哥的话不卖压缩机，只送。由于这压缩机的话里面有液体，有压缩机油运输的过程当中的话，里面的油会洒落出来，会流出来，那么怎么办我们今天的话也特意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用修冰箱这个针阀把这个帽子打开这帽子打开，因为这里面有胶圈，这边的话吸气口也给它盖起来盖起来。现在我们把这电源线整起来，全部盘到这个框框里面，免得的话物流的话给它撞坏这样盘起来那么也有的老铁说了，豆哥，你明明有一台新压缩机，为什么不给人家发新的，给人家发旧的呀？其实我告诉你豆哥的话是没有套路的。为什么我不发新的嘞？因为新的呢这是大一批的，这个是 1.5 批的要给老铁发的话，就要发一个功率大的，有劲的这个 1.5 批的话比1批的大，这是其一。再一个考虑到发物流我这个的话是找了4条钢筋，以前是找人家焊的，还花了几十块钱，这样的话物流的过程中的话就不会撞坏那么像这个新的嘞，这个接线柱还有这个接口物流的过程中的话撞坏以后，到时候粉丝收到了呢，到时候的话人家就没办法用就不好，没有一个好的体验。像我这样的话随便的撞，弄好以后的话，我用的铜丝绑起来老铁们也知道，现在铜丝也比较贵这样给它搭起来搭好，这样的话就非常便捷了。那么下来的话，我们称一下有多重电子秤现在已归零，我们称一下，看有多少千克看下多少千克，对准，应该是有17千克17千克，我都提不动了放这里。有哪位老铁知道17千克发快递发到外省要多少钱？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给它拿出去发货现在这是个粉丝发货。我们前面已经问了一家物流公司发快递的，他说不接，说我这是压力容器。我们找到这一家这一家接，我们现在拿进去给他称，看一下多少钱。快递小姐姐在帮我们找包装箱，这个箱子小了一点，重新找一个大箱子，又重新找了一个大箱子，现在在封箱底。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小心这个箱子的话刚刚好放进去，包了这么多泡沫，防止损坏。我一直提醒小姐姐帮我封好一点，因为太重了，路上很容易损坏。她说你放心，绝对不会。小姐姐这包装包的还可以另外一个美女也来帮忙打包了，你看包的多严实呀！你看这2位小姐姐配合的多默契，把我的压缩机打包打得多好。美女，我来帮你吧。她说不需要帮忙，她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真的是左3圈右3圈，里3层外3层包得非常的牢实。这就是豆哥对粉丝的责任非常负责的，必须保证到粉丝手上是完好的不要粉丝的钱送给粉丝，也保证完好。打包完以后就是上秤称重量交钱发出物流站。你看看小姐姐的重量把握的多好，她事先就讲了不超过18公斤。我事先也说套2个纸箱子，她说不用，套2个的话会超过18公斤，要多给6块钱的